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个新的工具。这个工具呢，也是一个声音克隆，就是咱们常见的 TTS 工具。那么这个项目的一个优点啊，就是它的体积呢非常的小。大家看到它的一个开源模型啊，它是 0.5B，这个体积呢非常的小，下载起来是非常的快，关注人数也挺多啊，说明这个项目呢还是比较受欢迎的。那么它的一些具体的特点呢，除了刚才的体积小之外呢，就是它的这个声音效果啊确实还不错。第二呢，就是它这个使用起来挺方便的，它会自动的对这个语音进行一个识别。你像咱们正常的这种声音克隆工具呢，基本上都是需要你自己把这个语音它对应的文本输入上去。那么这个工具呢，它是自动识别的，这一点非常的方便。然后我们直接看例子，看一下这个项目，大家就知道了。好，那么今天这个包呢，确实也不大只有5.82G 啊。那么这个模型小嘛，然后大家自己下载下载完之后呢，我们还是这有个启动，好，我们启动一下，这个速度还是挺快的啊。好，可以了，这个地址点一下，这个是使用界面啊。这个界面呢，其实还是比较简洁的，也没什么太多可说的。我们直接找例子，它这个是它提供的一个例子，我们先用这个试一下，因为它是英文的。我们来听一下这段语音啊。Just by listening a few minutes a day, you'll be able to eliminate negative thoughts by conditioning your mind to be more positive. 那么这段声音呢，还是比较有特点的，还是比较明显的。它这个下面这个文本呢，是这段语音对应的一个文本，所以这个呢也是它自动检测出来的，不需要我们手工去写，所以这个是比较方便的。我们待会儿换语音的时候，大家就看到了。现在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它对这句话的一个这个生成效果怎么样。我们直接点这个，可以了，这个速度非常的快。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声音。然后这边呢需要给大家说一下，大家看这边的这个进度条没有走完是吧？它这个应该是显示的一个错误，实际上呢已经完事儿了啊，所以大家看到这种情况呢就不用去奇怪啊。然后我们听一下这个声音怎么样啊？ Vox CPM is an innovative end-to-end TTS model from ModelBest, designed to generate highly realistic speech. 那么这段语音的生成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个效果是非常不错的。然后我们来换段这个声音，咱们中文啊，然后来试一下，就这个长一点啊。那么大家看到了这边这个对应的文本呢，几乎是瞬间就出来了，它会自动检测这个语音，然后自动去检测它的内容，自动填在这儿，这个非常的方便啊。好，然后我们还是来听一下这段语音啊。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段语音也是非常有特色的。然后我们点这个开始啊，这边稍等一下它这个结果。好，出来了。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声音怎么样。Vox CPM is an innovative end-to-end TTS model from ModelBest, designed to generate highly realistic speech. 那么这个就是效果，我们听到了。那么它是可以用中文来读取这段英文的，它可以跨语言去克隆，所以这个还是不错的。之前介绍的一些工具呢，它是不可以进行这种跨语言的克隆啊，就是你必须这个声音是英文，然后才能实现英文的一个克隆，要不然以后就会有错。那这个工具还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们来找到中文试一下这个中文的话，我们就在这儿找一个吧。这边有这个文字，咱们直接复制一下，然后直接点这个开始。那么它这个下面还有一个选项这个选项的话是，假如你这个声音里面有噪音，那么你可以把这一项勾上，它会自动的对噪音进行一些处理，这样的话最终的效果会好一些。当然咱们这个声音没有问题的话，那么这一项是没有必要去勾它的。还有这边这项这边这项的话，它是说是对文本进行规范但实际上呢，我们正常来说也用不到，因为这个文本呢，我们肯定是自己输入的嘛，自己输入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上面这两项的话就保持默认，没必要动如果大家声音不对劲儿的话，你可以调一下这个值，试一下，这样的，出来了，我们听一下。上传或录制一段音频，为声音合成提供音色、语调和情感等个性化特征。那么说明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再来换段语音。这个大家看这边文字呢也是全自动就识别了，非常的快。然后我们来试一下其他的语言。这样吧，我这里面有一个这个日语，这个是它的日语对吧？
然后我们把它日语贴到这儿啊，然后还是换回中文，这样的啊，然后让中文去读这段日语，我们看效果怎么样。听一下这个。房子非常破旧，因为年久失修。好，这个咱们等一下这个结果啊。好了已经，非常快，听一下。この辺では夏休みの間に1週間だけみんなで集まります。好，大家听到了啊，那么说明这个工具呢对其他语言的支持主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其他的语言呢，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然后呢，我们最后来试一下我们这个方言怎么样。这边呢有一个这个，听一下啊。对，这就是我万人敬仰的太乙真人。好，这个是没有问题啊。这边这个文字呢，它自动识别啊。然后我们换一个我们这个中文，这个吧，稍微短点啊。好，然后点生成，结果我们稍等一下。好，可以了，听一下。点击生成恨按钮，即可为您创造出音频。这块好像有一点点问题啊，这个标点符号读取可能是，再听一下啊。点击生成恨按钮，生成恨按钮是吧？那标点符号去掉啊，然后再来一遍。看来这个工具对标点符号的识取还是稍微有一点问题的，有一点小问题。好，听一下。点击生成按钮，即可为您创造出音频。声音没有问题啊。那么我们刚才呢，它对这种就是可能不太常见的这种标点符号啊，可能是有一些问题。常用的功能呢，基本就这些不过它这边还有一些别的一些用法，我们简单看一下。大家看一下这个列举了它所有的一些用法。前面这些咱们都试过了，比方说这个英文转中文，对吧？英文的语音，然后去读取中文的这个文字，跨语言啊。情感克隆，情感克隆就是跟你这个声音有关系嘛啊，声音是什么样的，那么文本出来就什么样的。这个其实咱们也试了，方言对吧？这个也试了。刚这个东西没说，这个东西就是它会根据你这个文字的这个内容，比如说这个文字什么很久很久以前是吧？大家一听就讲故事的，那么它相应的这个语气呢就会变成讲故事的这种语气。我们试一下吧。这个有一个国王对吧？十分幸福。好，稍微短一些。然后我们就拿这个方言给大家试一下，看出来是个什么效果。这个我们稍等一下。好，出来了啊，我们听一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他把他的国家治理得非常好。国家不大，但百姓们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十分幸福。好，大家听到了啊。那么这个出来这个声音呢，就是那种专门讲故事那种语气，非常有感觉，就是它会自动识别文字的内容。然后这个用相应的语气来读取，那么这个是有意思的。最后这个呢就是数学符号，像这玩意儿咱们可能用的不太多。好，我们来复制一小段吧，试一下，看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好，出来了，听一下。这 f(x) 为定义于负无穷到正无穷上的偶函数那么这个符号的读取也没有什么问题应该是没了因数控制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都试过了。那么今天内容就这些。这个工具整体来说还是相当好用的，虽然有一些小的问题，但是不影响使用。大家如果有类似需求的话，那么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工具。大家拜拜。